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第3天在德岛，现在来吃这个阿波观光饭店的早餐。早餐是一个一个套餐，我们昨天有先点了，这个是洋式的，这个很特别哦，它是鹿肉汉堡。和式的就是很经典的日本的风格，每一个小盘子，然后有不同的口味，每一个都大概1到2口这样。它的儿童餐也超级可爱的，面包，然后还有蛋蛋、小炸虾，还有小薯饼。全部都你的，你要把它吃掉可以吗？ 第一站，我们来到的是德岛的动物园，里面最多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猜猜？水豚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里面有大概100多只的水豚哦。那个大人是600块日币哦，小朋友、中学生以下是不用钱的哦。门票做的很可爱哦，每一张都是不一样动物的照片。你很适合这张母老虎。日本第一水豚多的地方。 我发现日本鸟园很喜欢做这样子，就是2个自动门，然后不是你去看关在笼子里的鸟，而是你走到笼子里面去跟它们互动，它们就会在你头上飞来飞去。这个鸟笼里面的那个鸟味很重哦，你会离这些鸟类非常的近，你顺着路走下去，你几乎就可以走到它们旁边了。头上注意，因为这些鸟飞起来的时候，它是真的有可能会便到你身上的。那个水豚啊，长得跟台湾的很不一样，它很大只哎。 乍看之下就已经有10到20只了，日本最多水豚菌的地方。他如果不跟我说它是水豚，我以为它是野猪。你知道这个重量是水豚5个月的重量，比一个小小的还要重哎，是20公斤哎。5个月的水豚，你拿得起来吗？你抱得动？里面有水豚吗？里面没有水豚，它是在告诉你5个月的水豚有多重。长颈鹿出来了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比较近的长颈鹿吗，弟弟？ 这个狮子很近哎，它这边直接围一个铁栏，然后狮子就在你面前，而且它就是会跟你对到眼。你有觉得有压迫感吗？没有，跟你对到眼我比较压迫，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野生的狐獴，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这些小狐獴们想要待在阳光底下，然后什么都不动的那个心情。因为现在天气就是很冷，可是阳光晒下来就好舒服，我也好想要就是这样像他们坐着，然后晒太阳，完全不要动。这里又有水豚了，而且这里的水豚好好动哦，我从来不知道水豚可以跑这么快耶。 感觉它一飞就可以把我撞到。继续往前走，你就会看到树懒，哇，好近好近好近！这个应该就是猎豹了吧？它只出来见客一下，这个一条一条的感觉超级刺的，直接拍到它身上所有的这个毛的纤维还有纹路。叫做印度冠豪猪，不愧是研究猪的，3岁的男子文泰，文泰上 ，Hello， 这边真的是暖气耶，他们好聪明哦，他们觉得这边比较舒服。不知道是不是动物园的小巧思，他们都把这个暖气放的离游客很近，然后因为动物为了取暖呢，就会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动物，好可爱的熊熊哦，小黑熊，它要变小黑熊了，超级大只的北极熊，玩哎，好可哇，我们是景观第1排哎，它还这样子踢哎，太可爱了吧！太清楚了，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，远远的还有一个摩天轮。现在天气刚好树叶转红，你这样看过去的颜色非常的漂亮。大概花了1.5到2个小时在这边。我觉得那个北极熊可以待半个小时。整体而言，我觉得这个动物园它非常的可爱。我觉得它的动物都很紧凑，所以就是你走几步路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动物。来德岛自驾的话，我觉得这边也可以排进来，很适合亲子。最后离开这个动物园的时候，可以顺手带一个伴手礼。 因为它上面是可以分开来的，你可以养一只小动物这样停着。中餐我们要吃的是我家的餐厅，就算是合适的地板榻榻米，它也有属于弟弟的位置哦。set 这样子差不多是600多块，很可爱的小朋友的薯饼，还有乌龙面，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一整个定时套餐，这个竹篮给你，这个叫做仪式感，你懂什么？吃鱼盖饭也是蛮夸张的，因为它旁边直接给你一个本旗，让你直接这样搅一搅，然后挖起来吃。不要忘记哦，这是1人份哦。上一次看到鲷鱼生鱼片是在小当家的厨艺大赛，我不要吃了。好好吃哦！那鲷鱼生鱼片是这个口感吗？我很怕有那个鱼的臭臭味、土味，但它完全没有，而且它的肉质很 Q 弹嚼劲，是很紧致的。这个就是被那个漩涡打过的鲷鱼，名门鲷鱼，我开始旋转了。漩涡感特别的吃法就是它的生鱼片，它会给你一个蛋黄的部分，除了可以加酱油那个wasabi之外，你也可以这样加蛋黄，它那个鱼就会有蛋香味。下一站我们来到的是日本最矮的山，你以为是这边吗？不是，各位。是这座日本最矮的山，是有经过认证的哦，超级可爱。この山は弁天山
と言います。日本で一番低い山です。你看700年以来，一个山难、一个遇难的人都没有。我们现在要登山喽！太好了，我第一次这么喜欢爬山。小小李第一次要征服一座山了，3岁半的孩子也可以成功登顶。我们登到顶了，我们登山成功了，这边是山的最高的地方了。我拿到了人生第1张登顶证明书，我想也是你的第1张吧？我成功登顶，哇！对，我是第一次笑着爬完山的。登山乐手 ，Thank you， 这边留下一个漂亮的签名，大家拜托来得到，一定要把变天山排进的行程。它是一个非常好爬的山，先投钱、敬礼2次、拍2下，祈求一切顺利。这座山真的让我们获得满满的能量，成就感满满。我们登山平安健康，快乐登山，快乐回家。变天山真的是一个超激励人心的景点，大家一定要排进来，30秒就可以登顶了哦。有人可以这样子下了山又登山，又下山又登山的吗？登顶成功！我们儿子大概已经登这座变天山20次了，回去说。哦，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有爬一座山啊，然后爬去登顶，然后说哦变天山听起来也很厉害，对，而且还爬了20次。他刚刚说、哦、我们等一下要爬山了，所以我还要先买好这个运动饮料，耶！真的很可爱。大约1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蓝染，非常古色古香的日本建筑的感觉，体验染布的行程。蓝染工坊这边呢，你可以做手巾啊，或者是毛巾，或者是一个手背的那种袋子，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设计。植物它干燥后的这个染料，这个好玩的行程，爸爸就不叫你起来喽，不然我怕你整个人变小蓝人。居然有人有办法染出一个这么漂亮的花丛。甚至是这样子的玫瑰花，这个太扯了吧！教我们怎么样设计出它们上面的图案，弹珠包起来，有些地方可以染到，有些地方染不到，染出来的染布就会是花的形状，是底部的哦。这个是底片胶合，他们把它拿过来用染料，看起来你很厉害，你已经可以想象到它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了吧？另外一组日本客人用的哦，袖子那边去设计的图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也很担心我的。你不要笑它，它等下出来会很漂亮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是有细节的。你看它这个接缝处，看起来很像2块布，可是它中间的那个接缝是有多高的？是，对，你最厉害，你最棒。把冠成冰。然后这是我是一节一节毛毛虫。正式要加入这个大染缸啦！下去了。每一次下去染就是染30秒，然后帮那个布料按摩，让那个染剂呢充分的进入那个布料吸收。这个行程很可爱的是，它不是一个特别为国外旅客设计的行程，发源地在这边，然后到现在演化成让大家来体验，就会有一种哇更深入当地文化的感觉。虽然我的手不是很巧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行程。把刚刚的染剂稍微洗一洗，因为我想要连内里也要染到嘛，所以我就是刚刚直接用一个好像我去装水的方式，把它放进去，把它捞起来，我就会有很多水。现在是蛮会讲的，我等一下看你的成品。哇，你用的很好，蛮可爱的吧？你用的很好，适合我的风格，我喜欢这个蓝色白色的感觉的。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欢迎詹的成品。哇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还给我一个大拇指，还说漂亮，很像那个地震的那个图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是蛮可爱的，我觉得这个体验非常值得来。这一区就是他们的老街区，鞋町老街，非常可以体验这个日本老街的感觉，很淳朴的感觉。商店呢就会做这些染布，我们刚刚蓝染有看到很多的蓝色的染布。必吃的甜甜圈，听说它已经上过很多杂志了。嚼下去的时候很松，但是现在嚼的时候它又是 Q 弹的。觉得这间店它的甜甜圈好吃。晚餐我们来吃的是烧肉丹宁金鸭，感觉来到一间蛮厉害的 A5 和牛，这一盘看起来很好吃哎，他们家还有一点红红的，这一盘也很好吃。哇，好吃，吃起来就是的确有那个和牛的一点口感，可是它不会到那种油腻，让人不舒服的感觉。可以来，好吃吗？那个阿波刺身烧肉真的是比较没有油脂一点，可是它也不会柴啦，这好吃的没错，但是我自己喜欢再油一点点。牛菲力中的王者哦，菲力是好吃的，而且我里面烤到已经没有见红了，它还是软的，我觉得这菲力非常可以啊！谢谢妈咪今天请客，谢谢爸爸妈妈。德岛这边非常有名的一间店叫做面王，我真的非常想吃。我现在自己准备要去吃拉面，天哪，我又回到了一个伪单身的实况了。实况就是这间面王德岛拉面，一个人来这边吃一碗拉面，感觉是日本上班族
下班了之后会做的事情。叉烧肉看起来非常的好看，笋干就是基本的拉面配备。德岛人很特别的是，他们会送一颗生鸡蛋打在上面这样吃。这个叉烧肉好吃，肥肉的部分很软，整个酱油味还有那个叉烧香非常的够。我吃不到蛋的味道我感觉这个蛋就真的就融在里面了，它的底子是好的，所以有没有加蛋对我而言，我觉得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碗面真的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，非常满足的一餐呐。来德岛玩的话，拜托不要错过这间面王。汤呢是属于那种浓郁的汤，我自己很喜欢。伪独旅德岛面王的初体验分享给大家。明日多梦乐园，超级大型的亲子放电的地方。我已经看到超多小朋友了，感觉超级大。德岛木材美术馆是德岛木材玩具美术馆。哦，好。你看着念也念错。进来这边要脱鞋子，里面就是一个全部都是木头的空间呐，超爱玩这种积木的。这边是梦想成真的感觉，因为你有非常多素材，小小的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爬来爬去、摸来摸去的。我要给弟弟吃猪骨，这个最毒妇人心，特别给你吃，这个特别鲜艳。有一些木材做的西瓜、胡萝卜、白萝卜，转这个猪猪，它的木材教具可以说是非常的多，所以来这边其实人就算再多，也不太需要怕没位置。这里还有一个水龙头，这全部都是木头做的，很可爱。对，你要抓着蘑菇爬。对，攀岩。谢谢。好大的溜滑梯 ，Go！ 噔噔，漩涡溜滑梯，这座溜滑梯好像比变天山还高。哇！这个溜滑梯大人也可以哦，那我就下去了哦，感觉超滑的。哦！你可以，你做得到。我做不到，我不要再一次了。战斗陀螺可以玩。哦，成功！大家会在这边玩一些益智游戏，它这边也有提供蛮多桌游可以给小朋友、大朋友一起玩。Go！ 哇，你看小朋友在这边玩这个车子轨道也会玩得超开心，适合小李或是更小的小朋友做的一个溜滑梯，比较小型的，地板上做的这些鸡蛋形状的，没有尖锐的角，所以小朋友在这边玩也不太容易受伤。整区它都把这个木头削成圆形的形状，小朋友不会去撞到那个尖尖的角，全部都是木头做的。不觉得很厉害吗？这边会有很多的爸妈来，所以他这边也有做一个 nursing room， 带亲子的家庭非常适合在德岛安排这样子的行程。现在要离开这个木材博物馆，他们已经快要跌到顶了，太夸张了！看到远方的溜滑梯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完了，他要疯掉了！这个小朋友，光是溜滑梯就1、2、3、4、5、6条。爬来爬去，我已经不知道被他带到哪里了。跟着小李的路线，我们一路去找溜滑梯。Hello， 成功了，不可怕，对啊。这整个园区非常的大，它除了有那个儿童木材的博物馆之外嘛，亲子的这个游乐区，然后它有溜滑梯啊，然后也有到处可以攀爬的地方，在一个馆待2个小时，在一个公园待2个小时，然后又到另外一个馆待2个小时，真的可以排一整天的时间在这边的。继续往前走，这边又有一个探险王国传声筒嘛，有点像小叮当科学园区。爸爸现在在离你很远的位置，可是你却听到爸爸讲话，对不对？那你唱跳楼机给我听。你有瞄准吗？有哈，有，你有瞄到了。这个游戏玩到最后是大人最累耶。那如果是你的同学，你会跟他说要来这边玩吗？会，大约在这个园区待了2个小时左右。其实我觉得可以再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很多的不一样的区块，有点像小叮当科学园区的那个益智的喷水的。多真的啦，一整天我真的觉得 OK。然后那边还可以野餐，大草地上面你就铺一个毯子，然后呢在那边野餐，然后小朋友在旁边放电。大家有要来的话，可以多拉一点时间，尤其是有带小孩的。名门休息站，这站名字叫做咕噜咕噜，咕噜咕噜就是那个漩涡转的感觉。名门金石地瓜切片了。
个自驾旅游的时候，可以查一些有没有有名的休息站，像这个有写咕噜咕噜限定的商品，就是说这个休息站才有的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名门金石的地瓜蛋糕，这看起来很好吃哎，买！整个休息站这样子望过去，非常的大，非常的宽敞，它几乎是一个大百货的感觉了。来这边一定要买的就是这个 Naruto 面包，一天就可以卖到2000颗。我们好像已经玩过很多日本很多地方，但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。我跟同事说，哦，我这次要去德岛玩，他们都说德岛是哪里？我这次也讲了2、3个，他们都不知道德岛在哪里。对，那更不用说你知道他们的名产是什么了。这一次我们可以开箱到这个德岛的自驾旅行给大家，真的很好玩呢，可以把这个德岛排进你的自驾行程清单之一。这次的行程都很适合亲子，长辈也很适合。中餐就在这个休息站的大窝食堂解决。这个牛排上面放了一块融化的奶油，看起来就超级好吃的，而且我现在远远已经闻到它那个香味。我看到别人点这个3层的海鲜冻饭，好夸张哦！这几次吃下来，我发现阿波牛的肉质不是那种软，它是偏有嚼劲的，然后它的牛香味很够。哇，里面的那个地瓜馅好多哦，里面是一整颗地瓜了吧？太夸张了。上面这个紫色呢？里面其实真的就是地瓜本人，这个吃一个应该会很饱，就好像是吃了一碗饭的感觉。这个休息站的2楼，我觉得超级可爱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地瓜的儿童游戏，插着一根一根的地瓜漩涡，漩涡旁边被拍打很好吃肉质的鲷鱼，超级大的莲藕，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洞里面钻来钻去。滑草区这个地方也超亲子的，一个休息站做的这么的购物友善之外，还那么亲子友善。除了1楼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之外，连2楼也有好多好多的东西。1、2、3、4，哎，你怎么都没有掉下来？你好厉害哦！德岛的周游船，德岛这边市区呢是被一条叫做吉野川的河流整个贯穿过去。坐这个沙发船，在这个吉野川上面这样子绕行一周，它绕的那个形状有一点像葫芦，所以它也叫做葫芦岛沙发船，非常的舒服啊，都是沙发，风这样吹过来，然后它的位置又大，我觉得我会在上面睡着哎。我好怕我被水手就掉下去。不会啦，宝宝会保护你，我抱着你好不好？这条河上面每隔几步路就有一条桥，在这个市区里面这样子游船，非常的惬意舒服哎。每过一个桥，他整个人就会缩起来，然后抱紧我一下。记得戴帽子来。对，如果你很介意你自己的头发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看你的刘海真的相当的稳固。谢谢。船长说，有时候满潮的时候啊，有一些桥甚至会过不去哦。有，这个很低，蹲。黑色的，马队有。No， 黑色的，黑色的。还没，还要，这真的很低。超低。哎 ，OK。哇塞！刚刚那个船长吓到，黑的当！不要紧张。船长那个丢面包上去，海鸥就会跟着来了，他们都知道有东西吃。绕一圈很快就回到原点，大约20分钟左右，相当值得体验的行程。游船的费用，大人是600块钱，小孩子是300块。这个我会说这是必排的景点，对，因为它很好玩。然后我觉得它过那个桥，你要稍微往后面蹲，那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。很推，这个我很喜欢。而且它的河畔风光其实非常漂亮。对，而且也不会臭。一路这样子慢慢散步，大约10分钟。我们就可以到那个阿波会馆那边，船和阿波会馆是完全可以排在一起的行程。阿波表演大约有40分钟的表演时间，大人是1300，小孩子的话是700。博物馆的部分入场费就是500块，然后小孩子300块。弟弟刚问说我们是要去看电影吗？他怎么知道电影？我从来没有带他去看过电影。为什么你会知道这边是电影院？他说不能带东西。小助理刚刚提醒大家了，他说不能带东西，不过那个照相是可以的。等一下你先看他们跳，跳完之后他会教我们跳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跳舞。他现在开始先介绍阿波舞的历史。
整个活动的最后呢，他们会挑出今天的 MVP， 这3位跳的最好，获奖喽！它很像那个《神隐少女》的表演。对，《神隐少女》有一段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子？有一个就是招揽客人还是什么的，对。现在要去搭缆车，听说5分钟就到了，来回票是1500耶，直接来搭缆车体验看看。山景很厉害耶，蛮美的。这里是无敌夜景哎，缆车的顶端，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灯，德岛是 LED 的产地之一，有点像万花筒的东西，它是 LED 在变的。你有比妈妈可爱吗？像夜校哎。你知道弟弟刚刚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说已经晚上了哦，我还没玩够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德岛的行程，最后一站，我觉得对你而言应该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我们来到了德岛的永旺，大家有来德岛的话，一定要记得买这边产的海苔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它是有点辣味的哦，可是它非常的脆口，刷的那个酱料非常的够味，然后很好吃。它比较像原本山，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够，然后它脆口的程度，我觉得会蛮惊艳。我就索性买了2大箱回去，这个1箱里面是有8罐，詹跟我说他自己要留5罐，很刷水。我们大概1小时内就把那罐吃完了，记得哦，德岛这边海苔必买哦。李詹女士，你也是买很多东西耶，给弟弟买的，我们一口气不小心帮他挑了5件睡衣，台币2000块而已哦，一件不到300元。买。再说一次，来日本是免税，不是免费。德岛5天4夜自驾行圆满落幕，非常的好玩呢，完全是出乎意料的好玩。我们这样子玩起来非常的丰富，然后行程还满满的，但是不会到累，刚刚好，一整天很充实啦。吃的东西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我们吃的都还蛮不错的。最好吃的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3、2、1，拉面。你最喜欢吃的是德岛的柿子。超级好吃，拉面的整个调味是我喜欢的。衣服的话，我们现在11月底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冬天的样子，现在已经可以要穿冬天的大衣了。对，里面就穿长袖，然后配一件防风外套。我们很幸运的是前4天都遇到晴空万里，然后今天才开始下雨。对，我们真的是好加在好加在。住的话，我们就住了小木屋，还有阿波观光饭店。我觉得那个小木屋可以再多住1天呢，这个氛围很好。观光饭店就是市区嘛，所以你要去哪边你都很方便。每天想要吃什么东西啊，就在这附近解决就可以了。行的部分，稍微往南部或往北部的地方开车就是很方便。对，尤其是我们经过那个名门大桥下面的那个漩涡，那个地方超级值得去的，一定要去。对，而且就是自驾你可以自己控制时间嘛。还有那个采橘子，那个也一定要去啊。对，最喜欢的行程。完了，等一下。3、2、1，采橘子，奔天山，变天山。哦，你是笨。对，我觉得它真的非常的有趣。来到这边呢，不只可以登岛，然后也可以去采橘子、看漩涡，等于是海陆空都有啦。这一趟的德岛自驾行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玩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德岛自驾，然后再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。